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继续前往摇摆州举行竞选集会，在大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抓紧时间为自己拉票。号称本世纪竞争最激烈的美国大选，最终将鹿死谁手。距离开票仅剩3天，哈里斯现身美国喜剧节目周六夜现场，调侃自己的标志性大笑。哈里斯讽刺的是特朗普几天前利用垃圾车回击拜登，将其支持者称为垃圾的言论时，没能成功拉开车门的搞笑一幕。周六夜现场是一档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每周六深夜时段直播的即时表演类综艺节目，每期都会邀请一位名人担任客座主持人或者嘉宾。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艾薇儿、莱昂纳多等众多好莱坞明星和商界名流，以及奥巴马、希拉里等政界大佬都上过这档节目。特朗普也曾于2015年参与过一期，并与调侃自己的喜剧演员同台互动。Can you believe that? Pretty good. Yeah, that's pretty good. That's pretty good. Oh, yeah. Look at this. 政治人物参加综艺节目可以展现自己不一样的面貌，从而拉近与选民之间的距离。但有观察认为，在选情最为焦灼的最后冲刺阶段，哈里斯参与此类综艺仍是一场豪赌。参与周六夜现场这样带有调侃、讽刺、荤段子元素的高关注度直播节目，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害哈里斯作为政治领袖的专业形象，对竞选产生不利影响。既有展现亲和力、尝试跨界吸引年轻选民的意图，也是选情紧迫，已经迫使哈里斯不得不寻求突破。哈里斯为了竞选拉票奔波不止。2号傍晚前往纽约录制周六夜现场之前，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最大城市夏洛特举行竞选集会。十分巧合的是，特朗普同一天现身北卡人口最多的城市加斯托尼亚郊区拉票。图片显示，两人所乘坐的专机甚至停在了同个停机坪，相隔仅几步远。Disagree with me are the enemy. He wants to put them in jail. I will give them a seat at the table. 哈里斯在集会上抨击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试图争取不满特朗普的共和党人。So remember this. She's the worst vice president in history, and she broke it. She just broke the whole damn thing. But I will fix it, and I'll fix it fast. We're going to do it quickly. 而在共和党的集会上，特朗普重复了美国优先的政纲，并在移民问题方面攻击哈里斯，称如果民主党政府再次当选，美国公民将失去政治权利，社区将以移民为主。2020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北卡以不到 1.5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取胜，但该州同时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因此两党都对当地所拥有的16张选举人票抱持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特朗普和哈里斯连续第4天在同一个摇摆州造势。两人先是到访北卡和威斯康星，接着又马不停蹄前往内华达州争夺拉丁裔选民的选票。在11月1号的行程中，则再次都包含了威斯康星州。据悉，哈里斯将于3号前往密歇根州兰辛市参加选举季的最后2天的活动。他还计划在选举前夕前往拉丁裔大本营阿伦敦以及匹兹堡和费城等主要城市中心。而特朗普预计将继续稳固北卡票盘，4号将前往州首府罗利。距离11月5号举行的大选仅剩2天时间，最新民调显示，2位候选人领先的州数均不足以凑齐270张选举人票。从基本盘来看，民主党方面略胜一筹，但让哈里斯团队颇为紧张的是，他原先在7个摇摆州积累的领先优势已逐渐被特朗普反超，仅在威斯康星和密歇根2个州以1%的微弱优势领先，而特朗普则暂时在剩余5州领跑，且其民调均处于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和2020年2届大选中，特朗普在摇摆州的所收获的实际选票都略微好于民调。目前尚不清楚在此轮大选中会否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当前，特朗普团队正努力攻下威斯康星州。
该州东北部的多尔县成为特朗普和哈里斯争夺的战场缩影。仅3万人口的多尔县，在过去7届总统选举中都投对了最终胜利者，因而被视为选举晴雨表。在多尔县中部城区一条主干道上，随处可见支持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标语牌，有时内容相左的标语，甚至背靠背无声上演着标语之战。不过，也有利好于哈里斯的消息传出。埃奥瓦州在今年选战中普遍被视为共和党票仓，但在投票日前的最后一次民意调查中，哈里斯的支持度有所上升，以47%对44%领先特朗普。埃奥瓦州过去4届总统大选结果不一，2008年和2012年由民主党籍候选人奥巴马胜出，但2016年和2020年都由特朗普拿下。最新的民调结果也激怒了特朗普团队，直接批评民调十分愚蠢。舆论普遍认为，本届总统选举是美国过去60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今年以来，两党候选人一直未有能在全国民调中取得至少5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而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已经是1960年的事。从部分州提前投票的人数也能看出此届大选的超高热度。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数据，目前全美已有超过7000万人完成了提前投票。但选民高涨的情绪也引发各界担忧，加上有2021年国会山骚乱的前车之鉴，人们也担心选举后会发生暴力事件。华盛顿州长英斯利在一份公开信中表示，鉴于今年大选期间潜在的暴力活动以及非法活动之风险，该州的国民警卫队人员已经进入了待命状态。就在本周早些时候，华盛顿州已经有部分选票箱遭到纵火袭击。英斯利称，纵火案已经导致数百张选票被损毁。还有不到3天就是美国2024年大选，您是如何来观察当前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选情？主持人好，让我们用数据说话。综合美国多份民调和政治网站最新数据，当前全美5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特朗普在其中19个占据10%以上的绝对优势，总计选举人票数122票；另有5个州特朗普具有相对优势，总计票数97票。特朗普在安全州的潜在票数，目前根据民调结果计算是219票，距离胜选的270票门槛还差51票。哈里斯则在纸面数据上略微领先于特朗普。哈里斯有15个州占据10%以上的绝对优势，总计选举人票数191票；另有5个州具有相对优势，总计35票。哈里斯在安全州的潜在票数，目前根据民调结果计算是226票，比特朗普多7票。哈里斯距离胜选的门槛只需要44票。还有不到3天，特朗普和哈里斯就要通过剩下7个摇摆州的选票来一决此次大选的高下，也就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一共93票，对于此次选举足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当然，除非特朗普或哈里斯在安全州里出现重大翻车，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对比2020年的实际投票结果和当前的民调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安全州就没有发生过改变。民调上的红蓝州还是当年的红蓝分野，而4年前拜登之所以能够战胜特朗普，就是因为民主党狂扫上述7个摇摆州中的6个，拿下了93票中的77票，最终以303票大胜共和党特朗普的235票。那您认为哈里斯能复制民主党4年前的胜利吗？我认为不好说。4年前民主党赢得大选，与其说是拜登的胜利，不如说是特朗普的失败。什么意思呢？2016年把特朗普抬入白宫的中间选民，出于对特朗普执政能力的失望，2020年又把特朗普选了下去。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尤其是民主党政府，长期忽视本土产业工人的利益。从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到2015年，美国丢掉了450万制造业岗位，白人男性产业工人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20个百分点，其中仅奥巴马执政的8年间就下降了14个点。2016年，特朗普异军突起，击败民主党，实际上背后就是美国社会产业工人，尤其是白人产业工人的复仇。数据显示，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中的优势为21个百分点，而在白人产业工人上的优势更是高达39个百分点。以白人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大量中间选民背弃了民主党，转投共和党，
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但问题是，随后的4年间，特朗普并没有在经济政策上取得显著的成绩，还一头撞上了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就像我刚才所说，美国本土产业工人因为经济上的困顿，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于是，在2016年背叛了民主党，选择了特朗普。但产业工人需要的不只是情感上的共鸣，他们最终需要的是更好的经济境遇。而特朗普的执政不力和新冠期间的经济萧条，让他们再次对特朗普失望。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特朗普成功拿下了几乎整个中西部工业州，而2020年大选，特朗普在工业州大城市中的支持率全面下降，白人产业工人上的支持率优势甚至下降了8个百分点。某种意义上，这8个百分点代表了更多中间选民的选择。中间选民的横跳，让铁锈地带的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回朝了民主党，也最终葬送了特朗普4年前的连任之路。某种意义上，2020年拜登的胜利不是源于他本人的魅力如何，或是政策纲领如何优秀，而是大量中间选民因为对特朗普失望而选择了拜登。这可以说是当年民主党竞选的特殊红利。到4年后的今天，对于哈里斯的选情显然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看到，从7月末哈里斯开始竞选以来，有很多人都不看好他，甚至哈里斯本人也多次称自己为 underdog， 即比赛中不被看好的一方。您对此如何理解？你说的没错，从一开始，哈里斯最大的劣势就是时间。相较于特朗普经年累月的宣传和自我包装，哈里斯用于美国总统竞选的时间只有短短3个月。但哈里斯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那就是性别红利。作为女性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当前的美国社会极具象征意义。她的参选所带来的身份性突破，显然会鼓励更多女性站出来投票。实际上，美国媒体就注意到，在当前的提前投票阶段，女性投票率高于男性。以摇摆州宾州为例，女性投票率为55.6%，而男性则为43.2%。10月1日到28日期间，33874名2020年未投票的女性参与了提前投票，而男性这个数字则为21292人。哈里斯的性别加上她少数族裔的背景，天然构成了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承诺，无疑会对美国社会的左翼和中间偏左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或许能催谷出更多的选票。讽刺的是，哈里斯的性别红利还被特朗普进一步强化。10月30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宣称，如果自己赢得大选，他会保护女性，无论女性喜欢与否。特朗普的这一表态被视为对于女性堕胎权持有傲慢的反对态度，是对女性自由意志的蔑视，引起了美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对于特朗普在此执政下自身权益和性别平等的强烈担忧。事实上，美国选民中女性的投票率始终高于男性。2020年，女性投票率为68.4%，高于男性的65%。而且，特朗普本身在女性中的支持率就不高，被视为其重要短板。2020年，支持共和党特朗普的女性仅有43%，显著低于支持民主党的55%。尽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1月2日的北卡州竞选集会上改口，称自己不仅要保护女性，也要保护男性，他要保护所有人。但错误显然已经铸下，而且考虑到当前的时间节点，距离大选不到3天，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近乎于致命的错误。